朋友们，大家好！现在我在大山深处啊，我这个周围都是差不多原始森林一样的。然后呢，这里有一条毛的公路下去，我隐约看到这里好像有一户人家居住。看一下这里的环境啊，真的是非常漂亮。看这个群山环绕，那么将这一户人家呢是围在这个位置，那上边呢是从这个森林之中通过的一条公路啊。它这个位置呢，就相当于只有这一小段是这个毛马路啊。现在太阳大得很，已经是下午4、5点了。大家看看，房子在那里，你们就说这个地方好不好吧？门前这里有一口大水塘，对吧？好像是干枯了。是不是最近这个天气老是不下雨？你看这个房子后面背靠大山，左边右边都是山，这个地方是真舒服啊。这儿应该是曾经养过牛羊，还是养过什么？哇，棺材棺材，见官发财，朋友们。这里好大的一副棺材，这棺材超级大，这个树也是非常大。你们看这边的建筑就不一样啊，这边是属于这个绥阳县，他们绥阳县这边好像是把这个房子啊，木房子是建的这个2层啊。左右啊，你们注意看这个房子的左右，左边是高山，右边的山矮一点。然后背面是靠了一个大山，所以这个房子居住的位置是不是朋友们讲的背靠大山，左青龙右北虎，前面又非常向阳，从这个地方对出去，是不是这个格局？这户人家除了这个种了好多的烤烟，然后又在这里养蜂了哈。看这些地方也放了这个风筒，这个也是风筒，这个房子上也是挂的风筒。这好像没人在家吧？这边是做了一个偏房，然后下边还装了玻璃，上边也装了玻璃。它这个是山大间的一个房子，而且是2层半的。你看这个格局，这房子夏季住着多凉快，是不是？哇，漂亮漂亮！耶，我们看这一家人应该是一个女主人哦，看看这个衣服，这个帽子，应该是一个女主人居住在这里哦，但是人不知道到哪里去了。哎，他们这边这个房子的构造还是比较特别的。你看下边，它是山大间一样的有中堂的这个大门，它的这个第2层同样有中堂的这个大门。这个设计我还是第一次见啊！这种房子是属于这个2层半的，像他们绥阳这边为什么大多数会建2层半的房子啊？原因是他们这边的木料比较好啊，基本上都是那种比较大的木料，因为背靠这样的大森林啊，所以是完全不缺木料的。所以他们建的房子呢，大多数就是木房子的，大多数都是建这种2层或者说2层半的啊。你看这个房子就属于2层半，那真的是非常大。你看下边山大间的话，实际上它是7间房，那楼上呢，又是3间，相当于它这一个房子的话，它有10间房哈，所以可以住好多的人。你们看这个房子啊，真的是非常漂亮啊！它是背靠大山，然后整个一圈全部是被山围住的。那么左边的山高一点，右边的山稍微矮一点，所以整个房子的格局非常好，而且是独一户居住在这里，不要太爽。房子门前就是一个水库，有这个公路呢做堤坝把这个地方蓄水，然后房子呢背靠大山，左青龙右北虎啊，好格局。朋友们，我现在在铜仁思南县的乌江边上，路过这个小村子啊，我发现对面那里有一片崖壁，隐约的看到这个崖壁
中间呢有一个山洞，从我这个位置过去呢，应该在5公里的直线距离。那么它的高差跟我这个位置应该比这里要高大概400米。那个崖壁中间呀，我发现有一个山洞，我觉得还蛮神奇的，在悬崖的中间有一个山洞。我想用无人机从这个地方飞过去挑战一下，看看能不能飞到。还有一个呢，就是看看那个山洞里面到底有什么。你们觉得我可以挑战成功吗？现在呢，我们就开始挑战，从这个地方飞过去，看看能不能飞到这么远啊！我把这个屏幕录一下，到时候呢，给大家一个证据，我到底有没有飞过去。哇，朋友们，不可思议啊！我竟然飞到了，和我预想的差不多。这个飞行高度大概是400米，那么飞到那个洞口是差不多4公里多，好神奇！我们在这个悬崖的山洞中啊，竟然发现了3个灶台一样的形状，应该是里面有可能煮饭吃吗？那么在这样的悬崖洞中，怎么会有这些不可思议的东西呢？然后我们看到这个洞里好多的这种泥土沙，这些是哪里来的？真的是有点不可思议啊！在这样的深山崖壁的中间的一个山洞里，竟然发现了这么多奇怪的事情。难道里面有居住过人吗？那么这些东西到底是什么年代在里面修建的呢？那么进山洞里面的这些人又是如何进入到这个悬崖山洞里面呢？有很多的谜团，真的是太奇特了。你们觉得这个悬崖山洞中啊，建这些奇奇怪怪的灶台是干什么用的？我真是百思不得其解。还有就是它是如何进入到这个悬崖山洞的？你看光秃秃的，对吗？上去下来都是很不方便的吧？难道以前的人会有翅膀会飞进去不成？真是让人难以理解哈。你们觉得呢，朋友们？大千世界无奇不有啊！
我在贵州大山深处这里发现一个隐蔽的山洞。不可思议的是，这个山洞口啊，竟然建有一栋5层的楼房。我们看这个形状啊，好像已经废弃了很多年。里面到底有什么秘密呢？我们一起进去探秘一番。现在呀，我已经来到了这个洞口的下方。这个地方的地理位置呢，是在遵义市凤冈县的土溪镇啊。这个洞的下方这儿呢，是有一条公路。那么，要上去呢，就是从这个位置上去啊，要步行上去，大概是10分钟左右呢，就到达那个悬崖脚下的那个洞口那儿。5层楼房呢，就在那个位置哈，应该是比较好看。走吧，上去看看。这个地方啊，其实是挺难让人发现的，因为你开车往这里过呢，你根本看不到里边的房子，你只会看到这里有一个很高的一个崖壁，里面整个感觉呢，就是给人一种特别阴森森的感觉。那么它这个洞里面呢是有水流下来的，只是现在呢这个整个天气干燥比较厉害，所以水流呢也基本上干断掉了。那么我们从这个进来这个路的痕迹啊，就会发现已经是废弃了很久了。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一段石梯的话，它下面是一个镂空的，我们相当于步行在这个悬空的这个梯子上，仿佛是走入云端的这种感觉啊，就像是这种天梯。我们可以看到上方就是非常高的一个崖壁。你看山洞建了这个5层楼房就在这里。走到这个跟前啊，你会发现这个地方真的是很奇特呀。我们修上来这个路啊，它都是比着这个用楼梯修上来的。你像这些地方，像这个石头都是斜放在这里。那么你看它这个5层楼的楼底啊，都是悬空的。所以说当时修这个房子的时候，应该是费了很大的一个功夫。走。有声音了，干嘛呢？吓我一跳，竟然有人在这里！哎呀，你们2个住这里的吗？你来玩的？有2个兄弟在里面啊，他们也是来玩的，我以为是住在里面的，吓我一跳。来看一下上面。上面吗？我上次来没有进去，不敢进去。凉快啊！凉快哦。哇，这个地方有水从上面滴下来。走吧，进来看一下。上次1个人不敢进去。我们可以10号。哇，这个地方大家看看，你们特别好奇的，这个房子里面到底有啥？我们今天就能一睹为快了。看看它这个房子是5层楼，是吧？建的是5层楼。走吧，走吧，走吧，进洞去看一下。这个也是很多小伙伴非常感兴趣的，我也非常感兴趣的。哇，一到这个洞口，非常的凉爽啊！天哪，这边都是废弃的。你看，这边是厕所，这厕所好豪华呀！你们看一下这个厕所的这个岩壁啊，都是这样的这个石头。啊，这种石头叫风化石嘛，看着好像。这边呢，就从这个楼梯上2楼，这里边呢也全都是废弃的了。哇，也走到这里面来，感觉一股阴风袭来，好凉的这个风啊！这里是2楼。我天哪！你们来了多久了？这个里面修这么多小框框，这个是干嘛的？不知道，可能是养殖，养殖的。应该是养殖的。这么多框，这么多小水池，这感觉是养什么？养娃娃鱼吗？这个造型有点像。还是2层的这种小水池，上面1层，下面有1层。我之前没来过，我今天你也没来过吗？哇，你们在这上面一讲话吓我一跳，我以为有鬼呢。这也是挺吓人的。啊，这个就是2楼。
你看2楼看出去根本看不到外面。这边还有一股水流。3楼怎么上去啊？我们能不能上楼顶去看看呀？哇，你要是一个人走在这里，你看到这么多的小水池，你心里面一联想的话，是不是有点害怕？这风特别的冷啊，这里面的风。刺骨的有点。对。你们俩就是本地的吗？对，离这个不远。哦，怪不得。哦，这上面跟上面不一样。这是上面哈。啊，上面有个大。哦，这上面又是大池子的。呀，小心一点哦，这个山洞里说不清楚的。哇，这个建成这个样子，这个老板花了不少钱呀。对啊，他这些所有的材料全部是人工搞上来，这没有个几百万根本搞不出这个样子来。为什么现在会荒废了？对啊，他这个看样子是养鱼的哈。后面看着好像是养鱼的。哦，到上面一层看一下。走吧，走吧，走吧，又到上面去看看。说实话，一个人真的不敢进来，太吓人了。要是不看到你们2个在里面的话，我一个人走到门口，我就回去了。这是缘分呐。对。这个上面还有个转角。这个往上走，越走。哇，这上面好像还有个很深的洞好像。啊。越走感觉有点吓人了。越走越凉快了。对。这里呢？啊，这里也是这种小的这种池子。这上面比下面大，这上面好像宽一点。这就是4楼了，对吧？这是3楼。应该是4楼了。好像是3楼。哇，真的很大呀，很大呀！你说一个人走这里面呢，你要不知道是干啥的，感觉就像搞什么实验的哈，有点吓人的嘞。而且他也挺奇怪，他走的时候为什么要把这些东西都敲碎了呢？敲它干嘛呢？我觉得没必要啊，他要走的时候可以直接走啊，为什么要把这些瓷砖呐、这些东西全部敲碎呢？敲碎了看着好恐怖啊！奇怪的。对啊，你走就走呗，对吧？为什么要敲？难道是大晚上的有其他的东西在这里敲吗？我们到上面看一下。人都来了，要不然走就走了。对，这个蛮吓人的。哇，上面好像还光呢，光着门这里。它上面这里到洞顶了吧？哇，这个洞好大。哇，这里凉快，这里凉快。哦。哇，这个洞呀。哇，有声音。这里面刚刚有声音，好像什么在跳。好像听到啪了一声哈。对。感觉有点吓人了。哦，有水，有水。不会是有娃娃鱼吧？这说不清楚哎。再往里面去，我不敢去了，有点小。我天哪，这个。你别走上去哦。哇，这挺深的，那里面就是洞里面了哈。嗯？哇，那里那么多蝙蝠！天！哇，那里全是蝙蝠。啊，这个上面也全是这种，敲烂了的这些小池子。不是，我就觉得很奇怪，他为什么要敲烂？好奇怪啊！你不敲烂又没事，你要走就直接走呗，对吧？为什么要把这些瓷砖全部敲烂？哇，好神奇啊！这上面就是洞顶。哦，飞了，蝙蝠！看到没有？这个镜头中间这一片全是蝙蝠，全部是蝙蝠屎。这个下面，走吧，别过去了。走了，别过去了。挺吓人的。这里还有烧火吗？啊？
难道这里有人在这里来玩过？我感觉晚上这里可能有噼里啪啦的东西。还是到外面来好。你说在里面的话，这个心里面老是咯噔咯噔的，感觉还是有一点那种怵的那种感觉。朋友们，现在已经从这个洞里面出来了。说实话，里面真的是阴森森的，一直对里面有好奇啊。现在我们5层楼都看了，你们大概知道是什么情况了吧？里边应该是养殖这个中华鲟和娃娃鱼的。它那个大的那种池子呢，应该是养中华鲟；小的单个的那种池子呢，应该是养娃娃鱼。我比较奇怪的一点是，它可以搬走，但是为什么要把里面的这些池子全部敲掉？这个让人看去真的是有点惊悚的这种感觉哈。然后这个房子是为什么废弃的呢？咱也不清楚。在这个山洞口建这么一栋5层楼房，而且呢，它还要沿着这个峡谷进来，要建这条路，我估计整个工程没有个400-500万，可能是做不下来的。当然，这个老板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下500万都不要了，直接把这个房子废弃在这里，咱们也是百思不得其解呀。我觉得呀，拍恐怖片的朋友啊，真的可以到这里来尝试一下，你都不用布景，你走进去就已经感觉很恐怖了。好了，朋友们，本期的探洞之旅呢，就到这里。贵州大山峡谷深处惊现无人村庄，这是我迄今为止见到过的最漂亮的无人村，就像一幅水墨画一样，真是非常的美。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泰哥。现在我在贵州的深山里，看到这个路没有？挺陡的，然后又是石子泥沙加一些炮弹坑，我的车子爬不上来啊，我只能徒步，然后上来到山上去探访一下。这个上面这一段路啊，还比较好一点，因为下面呢它是那种急弯加一个陡坡，所以那些石子啊，全部被车子刨得松动稀巴烂。哎，我们发现这里有2栋的一个破房子，是没有人居住的。看一下这边有一栋。现在我在一个大山上啊，这边好大的一片考烟，我估摸着这个山里面有人居住，可能是这家人种的考烟还是怎么回事。这个深山里竟然有这么大的一个厂房，这是干嘛的？怎么不把路给打通呢？这个泥巴路很难走，下面根本小车上不来，大车的话还可以上来一下。哎呀，是生产烟的，都闻到一股烟味了。吃饭没有，大姐？吃饭没的呀？我从底下上来的。哟，你们在这烘烤烟咯？哦，就是你们家整理烤烟啦？我们把这家人整理。帮人家整理哈。哦哦。哎呀。你坐绿上来啦？啊，车子开不上的呀。就这上面刷呀。嗯，你是老板啦？你是老板啦？我不是老板，我是帮人呀。你们做了好多烤烟啊？这里？啊。种了差不多10万多。10万多跟是好多亩啊100多亩。100多亩哈。哦，等于下面河边是没人做了哈。可以走得下去吧？我要下去逛哈，再上来说。哎，就这边过去哈，过去下去是吧？有段蛇，哪个蛇哇噻？有5步蛇。真的啊？你不要骗我。哪个骗你哇？你看我了。就这个啊？天哪！看到吗？好吓人哦。看到吗？很大哎。大得很。4斤2两哎。你们对我很好奇是不是？诶，没见过吗？哎呀，这个羊子怎么这么漂亮？它下面有两个是什么？这个小羊子好好看呀！你们看它下面掉2个，那是什么玩意儿？它就是这个品种吗？它就想干仗，你看。哎，
刚刚我们在那个前面那里啊，有个美女说这地方有5步石，我天！到这个悬崖口啊，有一个门挡住的，他们是养牛的吗？可以下来看一下。哇，这个下面这个村子啊，他们唯一的出路就是走这里啊！我天，这么陡！哇，这么陡的吗？这一道天然的石门屏障。你们看这个地方下边就有一条河流，然后对面全部是这样的高山挡住，也就是下面这里有一个村子呢，他们哪里都去不了，只能从这里爬上来，爬到这个山上，然后从这里出去。这个毛的公路呢，也是通到这个山那边，就是步行过来。我现在步行到这里呢，已经是走了有差不多40-50分钟的一个距离了。我天哪！这里很多的5步石，要特别的小心。那么走了这么远呢，我要补充一点能量了。这个呢是我们贵州的一个赤泥原叶，它是采用高山1500到2500海拔的新鲜赤泥来压榨成这个原叶的，不含任何的添加剂啊。这一瓶赤泥原叶的这个 VC、VP、SOD， 它的含量都远远超过了我们一天需要的量。所以说啊，我们喝一瓶啊，就能够让我们的很健康、有精神，对吧？每天喝一瓶的话，就能够保证了 VC、VP、SOD 这些元素的摄入。大家如果也想喝一喝的话，就在我们视频下方去看一看。这个村庄以前生活在这下面是真的不容易啊！你看走的是这么陡峭的羊肠小道，是吧？大中午的这个路上不会有5步石吧？应该不会有吧？我尽量的走到这些明朗的地方，不要走到这个草丛中去啊！因为这个草丛中的话，真的是说不清楚的。这么小一颗一颗的，吃一下。我是真的佩服这些人啊，怎么会想到这个深山里面来？这里又有一颗野果，这个是个什么玩意儿？这是什么果？好黄啊！哎呦我去，这个也是李子啊！这个也是李子，这是另外一种李子，吃一下。这个会不会比刚才那个好吃一点？这些都是野李子哈，这个明显比刚才那个好吃啊。你说这么好的李子，没人来采来吃，结得好厚啊！我一听到一点风吹草动，我就心里面怵一下。我已经走到这个半山腰了，你们看这里的大山，我的天哪，这么高，而且全部是这样的崖壁啊！你看这里是电线，就是拉到他们下面这个无人村去的。当然，以前是很多人住，现在没人住了。我就好奇他们为什么选这样的地方居住，两边都是高山，住在这个峡谷底部，随便哪里都出不去。你对面他们是肯定走不出去的。你看嘛，对面全部是那么高的崖壁，笔直的崖壁。他哪里走得出去啊？走不出去啊，真是想象不到以前居住在这里面，这个生活呀，各方面多麻烦，可能甚至1年都有可能不出山吧，住在这样的地方。哎呦，这里有根棍子，我捡根棍子吧，捡根棍子，万一遇到蛇的话也好应付一下。这个地方是有史以来我认为最像一个世外桃源的地方，与世隔绝，没有人打扰。你们看一下对面的崖壁啊，全是这样的崖壁。说实话，像这种地方，就即使开发成一个旅游区，它都不为过啊！真的是生活在这里的人，可能太不方便了，全部搬走了，所以可能形成了一个无人村啊。要不然的话，如果说这个地方通路的话，我的天，
那简直是太美了哈。走到这个村子边上来了，这儿搭了一个牛棚，那边那个是房子，也都是倒塌了啊。这个就是曾经的房子啊，全部倒塌了。你们看一下，我是从哪儿来的？从这个山顶来的。然后正好这一片呢，就是他们村庄的一个位置啊。主要的村庄可能在前方那里。我走到这儿，我都有点不想离开的感觉。你们看看这里，它就像一个佛光岩的这种感觉，而且这里这一片崖壁，它是一个包围状的，非常的漂亮啊。又像是一根一根立着的这种石笋柱。你看这里这一整片，延绵几公里啊，都是这样的地质地貌，非常漂亮。而下方呢，又有一条比较大的河流。这个村庄呢，就是坐在这个河流的边上，然后又欣赏着对面这一片这个水墨画一样的山。看得出来，这个无人村还比较新啊。它因为这些土地的话，好像去年应该都有种地吧。这边这个房子是喂猪圈的，喂牛的啊，猪圈牛圈嘛，就是。哇，这个房子就拆了很久了，这房子应该最少有个5、6年没有住人了，已经很快就要倒塌了。但是这个地方也有电的啊。你看这里是我们这个农村磨粗粮的一个大磨，这里呢还有一具棺材啊。这个我们农村的老人啊，一般超过60岁之后呢，都会准备这个棺材放在家里。60多岁了，你还不跟他准备的话，有时候老年人还不高兴，因为这个是农村的一个习俗嘛。你们说这个无人村漂不漂亮？我觉得是我见过的所有的无人村之中最漂亮的一个无人村。你看它处在这个大峡谷里面，然后下方有一条河流，尤其是他们这个住的地方的对面呀，就是这一片的水墨画。这种地方才是世外桃源，它又与世隔绝。你看我要走到这个位置的话，1个半小时，回去的话我可能要2个小时啊。所以这种地方真的才算得上这个与世隔绝的世外桃源。如果你们喜欢隐居的，喜欢与世隔绝的那种感觉，这个地方是最合适不过了。我看那些房子，有些房子还是可以住的。你们愿意来这样的地方居住吗？我就问你们。我要慢慢爬山回去了，朋友们，要爬1、2个小时。如果说让你们来居住在这样的深山峡谷无人村，你们有没有人敢呢？欢迎在视频下方留言评论。本期的视频呢就到这里，咱们下期再见，拜拜。这个地方山清水秀，景色宜人，空气清新，鸟语花香。不可思议的是，我们在这个地方啊，竟然发现了一个隐蔽的村庄。这个村庄呢，至今没有通公路，他们要出去的话，全靠渡船过江，非常神秘的一个村庄啊。大家可以看看这个村庄呢，就在这条河的对岸啊，就这一片的这个村庄。你看他们的船呢，都是停在这个岸边的，整个后面呢都是这样高耸的山，对吧？那么公路是通不了的。你像那边的山的话，也是通到那个山的位置吧。那么他们要过去呢，也是渡船。比如说我这边呢，这个公路也是通到这个位置。假如说他们要往这边过来呢，同样也是渡船过来。那么这个河边啊，就放了好几艘船，应该就是村民这个共享的。比如说我这里啊，要到他们对面村庄去呢，就要走到这个位置去，然后渡船过去啊。你们看看这一片地方漂亮吧？你要是以前这个几边都不通公路的情况下，他们要出山啊，真的是非常非常的艰难哈，可能要翻越后面的这个大山啊，不知道去多远，可能要走到这个有人的地方啊，镇上这些可能都要走几个小时啊，特别不容易。但是现在呢，我们几边都通路了，这个水路呢也是畅通无阻的，所以这个地方真的是给我的感觉就是一片那种隐蔽在大山之中的一片世外桃源，非常的漂亮。我们从空中看呀，这个村子两边都是峡谷，正好呢把修过来的路给堵断。那他们要到哪儿去呢？都需要坐船。你看整个村子的这个周围啊，
都是停放着各种各样的船只，应该有10来艘吧。那么你们看看这个村子，它是3面环水，1面靠山，非常漂亮的一个地方啊。这个村子真的是少有的那种世外桃源般的那种村子哈。我们看到这个村子里面的村民啊，也是非常的勤劳哈。很多人家户呢，这个家门口都吊着很多的农作物，这个院坝上呢也是晒了很多的这个玉米啊、豆子啊这些东西啊。你看哈，他们要进出村的话，就是要靠这样的船只，然后运送到对岸，然后呢出去。它实际上呢，它是3个地方可以走，虽然说3个地方的路都到不到寨子啊，但是它的船呢可以开到3个地方的任意一个地方都可以。假如说你到这边去近一点，那么就走这边啊；走西边去近一点，就走西边，还是非常非常方便的。只有这么一小段的这个水路过来哈，那么这边呢就是通这个公路的，所以还是方便来说还是很方便的。可能在很久以前的话就不太方便，但是现在的话，因为这个公路都是四通八达，他们只需要走一小段的这个水路呢，就可以到达这个有公路的地方啊，还是非常非常方便的。今天呢，确实是这个天气比较晚啊，只能大概的给大家看一看这个漂亮的村庄。刚刚呢，这个渡船的一个叔叔过来，我们正在放无人机啊，本来是想随他过去的，但是又太晚。那么你过去呢，又必须要他送过来，去玩一下要送过来，而且现在呢，这个天已经快黑了，我们也就不去麻烦人家了。那有机会的时候呢，再到这里来看一看哈。你们觉得这样的地方是不是你们喜欢的世外桃源呢？大千世界呀，无奇不有。大家好，我是泰哥。今天呢，我是来到了遵义市凤冈县和雾川县的交界处。在这个大山深处啊，我们发现一个天然形成的自然奇观。看到我身后这一堆石头没有？目测呀，它的重量可能达到10吨重。当地的百姓呢，称这个为风动石。什么意思呢？就是风吹得大了一点啊，这个石头呢都会动，随风而动，左右摇摆。所以呢，他们把它称风动石。据说呀，一个成年人啊，能够轻轻松松的把这堆石头呢，把它弄动起来啊，非常的神奇。今天呢，大家就跟着泰哥的镜头一起来体验一下，我们能不能把它推动哈。来到这个石头跟前呢，我们会发现这一吨石头啊是非常非常的大的，它的下方呢是非常纤细的，但是上方呢就非常的巨大。我们来到这个侧面，大家就看得比较清楚一点，是吧？下方呢就是这个位置呢有一个石头给它垫住，它整个上方呢其实是悬空的，看起来呢就是摇摇欲坠啊，它就感觉随时都可以向左右倒去。但是呢，它在这个地方的屹立呢已经是上千年，甚至说上亿年了。所以说啊，这个大自然真的是奇妙啊！我们从这个视角，大家可以看到这个石头还是有一些奇特的点的。你看前方这里哈，它就像一个人脸，对吗？这个位置啊，这里还是一个鹰钩鼻，对不对？然后我们再看一下后方这里，这个位置是不是像一个猩猩的脸？而这个位置呢，像一个猿人的脸，而这个外面这个形象呢，就像一个现代人的这个脸，鹰钩鼻嘛，只是上面的头部呢没有，是不是？兄弟们，是不是？我这个视角是不是比较刁钻？这边我们来看，先看一下它这个下方。哇，这些地方呢，有一些缝隙哈，这些地方你看到没有？这些地方有一些缝隙，而这个石头啊，我怎么感觉像是那种泥沙结构一样的？你看，都是这种颗粒状的，这个石头都是颗粒状的。这边呢是一层一层的，这里是2层。然后呢，这个位置都是有缝隙的，我们从底部看一下，是吧？这个位置都是有缝隙的。我总是感觉它有点这个摇摇欲坠的感觉哈。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下方，耶，这里怎么有个马蜂啊？你看这个下方，它是上面整个重力是压在这个石头上面的，是不是太重了？这里都压了一个缝隙，它整个石头的着力点其实很小。
你们看到没有？从这个地方还有缝隙可以看得过去亮，包括前方的也是。你虽然看着它是整个石头是压在这个石头上面的，实际上呢，它中间呢可能是只有2个指头宽的一个位置是靠在石头上的。我们从这边来看大家就可以看得非常的清楚整个石头它以这个地方为中线，两边呢正好是保持了那种平衡，这就是大自然的魅力所在。我现在来到这个石头跟前对比给大家看一下。你看我的个子是1.8米，对吧？那么我走到这儿呢，差不多就是跟这个一样高稍微比这个高一点点。那么一对比呢，就知道这个石头其实是非常巨大的。那么朋友们呢就非常好奇的是，这个石头到底是如何形成的？因为整个周边呢，它没有任何的东西只有这个地方呢矗立出来这么一个巨大的石头。我可以把它称为什么飞来石，也可以把它称为什么风洞石。那么我们看这个形状因为数亿年前呢，实际上呢这些山川都在这个海底，对吗？那么我看这个石头呢，它也是那种夹杂的泥沙形成的，我不知道形成多少年前我的猜测呢是在数亿年前这个地壳的大运动撞击呢，就把这些地方呢全部撞松了。它这个撞开了之后下边的这些松动的石头经过数万年的这种风化剥蚀，然后慢慢的就底下的这些东西呢就化成了泥土或者说碎石慢慢的呢就形成了现在这个形状。我们站在这个地方来推一下这么大的石头，10来吨的石头，我到底能不能推动呢？我们试一下，一只手。哇，动了，是不是动了？朋友们，你们是不是看到动了？我现在是一只手来推的。哇，太神奇了真的是一只手就能把它推动。那我们看到这一吨风洞石呢，确实是大自然的一个杰作非常奇特的一道景观。这种石头还是比较少见的，对吗？但是呢，我们看到石头的这个外边这个位置它有2道非常大的一个缝隙呢，已经差不多裂到顶了，下方呢是直接裂过去的。我个人觉得呢，早晚呢它是有可能掉下来的。不过呢，大家不用担心今天呢我是中午过来的。好了，朋友们，今天的视频呢就到这里，咱们下期再见，拜拜。朋友们，大家好，现在我在雾川县的龙潭古寨，这里呢是一个4A 级的这个古寨子。外面呢咱们就不说了，我现在已经来到了这个寨子的核心部分，也就是说最古老的部分。那么龙潭古寨呢，它有700多年的建寨历史了，也被称为这个阁老之源，也就是最古老的阁老族居住的地方。里面应该有很多神秘的地方我们带大家一起进去看一看。这里呢就是龙潭古寨的大朝门这也是最古老的一个朝门，可能后来这个加固了看起来呢就现代感比较足一点。但是它上面这些呢，应该是最古老的，好几百年了。那么龙潭古寨里面呢，它主要都是这个木质的建筑，包括一些3合头的这个木质建筑有4合院，那么还有这种全部是石头砌的这种巷道看起来这种古朴感十足，非常的漂亮。这边呢就是一个2边石墙砌起来的一个巷道那么里面左边右边呢，他们都是有房子的，可能这个石头巷道呢，它也是有一定的这个建造的这种讲究吧。那么今天就要来带你们看一看龙潭古寨建寨700年了，最古老的房子是什么样的。哇，确实不太一样那么走到这个房子跟前呢，你看它的这个院墙都是高高的垒起，看到没有？整个房子的这个周围都是这样的高石墙垒起来的。那我们
走到这个墙边上，我们会看到这里有2个孔洞，大家注意看啊。那么我们看这个墙啊，它目测呢有3米多高啊，3米多高，但是呢，它可能以前有可能还不止这么高啊。像这些地方的话，就垮了一些缺口。你像这个地方的话，它是向外眺望的一个孔洞。那么我们可以看到周边的房子，所有的房子的这个围墙啊，它都没有这个围墙建得高。这个比较不一样哈，真的不一样哈。它这个最古老的房子还是不一样。这边呢是一道进寨子的门啊，这上面呢写有一些文字啊，你们可以看看。让我们进寨门来看看吧。啊，这就是仡佬族最古老的房子，我们进来看一看。那么它这边呢有一个，刚才有个眺望的一个孔洞，我们到这儿看一看它这个地方是怎么建造的。你看这个墙啊，它都是建的这个双墙，这个整个墙的厚度都是差不多1.5米到2米啊，所以非常非常的结实。这个地方你看，我们从外面看进来的时候，发现怎么这么单薄，但实际上它这个地方全部有附墙，只是这个地方呢留了一个孔洞啊，我们这人呢正好可以从这个孔洞呢向外进行观察。如果说外面有任何的一个风吹草动啊，有什么问题啊，都是可以从这个地方往外看的。我感觉呢，可能在很多年以前土匪盛行的时代啊，那么这个地方呢，它除了是一个眺望孔之外呢，它有可能还是一个射击孔。你看我们外墙看着就很高，它这个内墙的话就稍微矮一点。这个房子啊，就是龙潭古寨这边最古老的房子之一啊，也不能说它最古老，应该是之一。我感觉太牛了哈，几百年前就有这么好的工艺，特别牛叉。700年前是什么年代？哎，老家吃饭没到？没有啊。哦，这里就是担保哈。这个是仡佬族最古老的这个房子之一吗？啊。那你贵姓啊？姓申。那你是这个寨子的，就是这个寨子的后人吗？哦，我们就是主人。你们就是主人。这个房子有多少年了呀？100年了。几百年了？大概几百年？台湾那边他是有700多年。700多年。我看那个人有花纹。哦，说了700多年就是这个房子哈。那不然你们呢？我啊，我正义呢。嗯。没来过啊？没来过，第一次啊。你一个人在家里面吗？你一个人在家吗？有孙子。哦，有孙子在家哈。你们是最早来这点的吗？就是你们家族的话。我们就是我们自己的，祖祖辈辈都在这里。祖祖辈辈都来这里，就是爷子都来这里。就是其他的房子的这个院墙啊，都没得那么高的，你这个房子那么高。过去有土匪的墙。哦，主要是防土匪哈。像外面那些空的话，主要是往外面看射击那些是吧？是站岗。过去一般人到这个站岗放射啊。直接有人在里面站岗。那时候你们的家族应该还挺强大哈。我们祖祖辈辈他是做朱砂生意啊，做朱砂生意。那个东西是不是以前很值钱？啊，以前值钱啊。哦。解放了就是所以站岗放射也解放了就成地主啊，这些没后子了，不有噻。就是帮你们站岗的人后来都是地主。解放了都是地主了。刚才那个叔叔跟我们讲嘛，他们这个房子呢，就是有700多年了。那他是怎么确定有700多年呢？其实他们也不知道哈。说是一个专门研究这种窗花雕花的人来看了这样的花纹呢，来确定的，可能有700多年了。我也不懂这个。
反正这个房子呢，看去确实是非常古老。你们要想一下哈，700年前能够修这样的房子，那绝对是大家族。那么这个叔叔也讲了，那个时候啊，他们是做这个朱砂生意的，也就是祖上是做朱砂生意的，叫他们去当县长，他都不愿意去当，来做这个，一直要在这个家里做这个生意。你们可以想一下这个生意多赚钱，就是帮他们站岗啊，在这里放哨站岗的，就是晚上都不睡觉的啊，就在这个地方呢站岗防土匪。这些人后来都什么？站岗的这些人后来都成为了地主。你可以想象一下多有钱啊！那个时候真的是富豪。在700年前，很多人都还在住窑子、住山洞的情况下，你看他们就有了这么大的一个3合院、4合院的这个房子，太牛了，而且是2层的。700年前是什么概念，朋友们？元朝。元朝距今的话就是700年前。当然，这些院落、这些很多东西呢，可能是明清时期慢慢的加建的，但是它这里面呢，一定能够找到700年前，就是元朝时期的一些古老的东西。毕竟这个地方呢，被称作阁老之源，也就是说，最早的阁老族呢，它就起源于龙潭古寨这个地方。这个路真的是堪称天路啊！我靠，这个一般的司机还真的不敢来啊！这个急弯加陡坡啊，我的天呐，很多地方你一下是转不过来的。看看这里，这个地方应该要倒车才能上得去，太陡了这个路，我的天呐！哇，这个路真的是太陡了，这个地方转不过来，转不过来吧。大家好，现在我在雾川这边的一个大山里啊，在山顶上，这里发现一条公路，可能即将成为网红公路啊。我们看到的这个72拐以及24拐，有可能都没有这里这条公路这么险峻。这条公路也是差不多24拐，它从这个山脚下上来到这个山顶的这个落差有800米啊，非常非常的高。那么它只有倒了24拐，而且这个笔直的这个坡度接近于70-80度的坡度，非常非常的险峻哈。说实话啊，像这样大山里的这种坡度又陡，然后弯又急的这种公路啊，女司机一般是不敢开的。就即使是男司机的话，你技术不过关的话，你也不太敢走这样的路吧？你们敢不敢挑战这样的公路呢？可以在视频下方留言评论，看看你敢不敢。我刚刚是从下面开上来的，现在开下去，哇，现在正是日落啊，好漂亮的风景。但是这个路呢有点险峻哈，朋友们，我就不录了，因为太险了。等一下录着有这个安全隐患啊，太陡了，这种地方真的是女司机的话，你胆子再大你都不太敢开啊，这个路很险很险。哇，我天哪，在这个日落余晖的这个时候啊，在这样的山路上行走，却是别有一番的韵味啊。我开上去又开下来，体验了一下这条24拐公路，它的坡度真的达到80度左右。我跟你们讲实话哈，像这样的路，很多男司机开着腿都会发抖，你不要说女司机了。比如说你遇到这样的路，你敢挑战吗？朋友们，大家好，
今天呢，阿泰要跟你们介绍一个我们贵州的好东西。大家都知道，我们贵州的三宝是天麻、杜仲、灵芝，都是很好的3个中药材。但是今天要跟你们讲一讲新进的第4宝是什么呢？就是我身边这种金黄色的小果，看着是不是非常漂亮，而且很迷你哈？看看有多大，就这么小一点。你别看它这么小哈，它的价值是极其高的。VC、VP 的含量都非常的高，它被称为什么呢？三王圣果。这个果子的周围全是这样的小毛刺，你要是不小心碰到它呀，你被刺到啊，那是很疼的。所以很多外地的朋友可能看到这样的果，你都不知道它能不能吃。但是这一种小果个头虽然小啊，它的营养价值却是极其高的。那你们就跟着我一起来了解一下我们贵州的这种奇葩的水果。你们看看，刺梨这种水果啊，绝对是最奇葩的存在。为什么？你们来看一看哈，是不是上面的水果都已经黄了，可以吃了？但是你看到这一颗是不是很嫩，刚刚包住果？然后更神奇的是，再看看下边，是不是刚刚开花？这是不是一种特别奇葩的水果？它从开始到中途到结尾，是吧？你都能看到。你看这里，是不是这些都是很嫩的果？可能前一段时间刚长出来，但是上面这些成熟的果已经很久了。你说这种水果奇葩吗？你见过哪一种水果是这样的？从这一棵刺梨树上的这种现象啊，我们就能够感受到刺梨水果它的生命周期很长，它的生命力呢也是极强的。刺梨呢生长在贵州高原1000到2500的海拔，所以可以说它是一种非常纯净的水果。虽然这种刺梨果呀，它的价值很高，但是呢，因为它口感不是很好啊，我们小时候呢就经常吃。它实际上呢是那种酸涩带一点微甜的这种口感，应该是大多数人不是很喜欢的。但是呢，现在贵州的这个刺梨啊，它已经发展成了一个刺梨产业。在全国来说，85%的这个刺梨呢都在贵州。正因为啊，这个刺梨它的口感不是很好，所以鲜果基本上是很少有人吃的。那么再后来呢，就把这个刺梨啊拉到工厂去进行鲜榨，做成刺梨原液，把里面所有的这个 VC、VP、SOD 这些含量呢提取到这个原液里面来。那这样子呢，人在喝这个原液的时候呢，它就能促使我们身体啊吸收到更多的元素。如果说你是一个比较重视健康养生的人，我觉得这个东西是很适合去喝的，因为它里面的这些元素都是我们人体需要的 ，VC、VP、SOD。你们如果稍微懂一点食品的，懂一点医学的，你们应该大概都知道这几个东西对人体有多么的重要。这也是我极力跟大家推荐的我们贵州的第4宝。这一个桥呢是正在通车的，然后外边这个桥呢是废弃的。我们看这个桥的桥形，它是一个拱形，感觉这种构造的桥啊，好像结构不怎么样。具体我们到桥上去看一看，它是为什么会把这个桥废弃在这里的。我现在呢已经在这个桥上来了，那么大家可以看到，我们这里是一个3桥同框啊，中间一条呢是省道，然后上边一条呢是高速路，看到没有？上面一条好像在检修哈。这个桥面还是非常宽的，是双向车道的。当然这个桥呢应该是修了很多年了，但是就是这个桥呢都没有修通啊，也就是都没有修通呢，可能就是废弃了。我们现在已经在这个桥的中间了，来看一看哈。像这些地方呢，就是一些接口的地方。哇，这个缝隙非常大哈，我们可以从这个地方直接可以看到峡谷底，看到吧？你像这些位置
已经是错开了很大的一个缝隙，我们的整个手掌都是可以进得去的哈。那么从这个位置呢，直接透光可以透到这个峡谷底去了，你们看一看。所以这个桥呢，应该是修建好了之后啊，就已经出现了这种偏移，或者说位移，或者说是变形的这一种状态哈，所以呢才把这个桥废弃了。那么我们从空中看哈，这一个桥呢它是建的直的，那我们现在在用的这个桥呢，它是一个弧形状。那么当初呢，它应该是把这个桥作为主桥，后来可能发现这个桥这种造型呢，它有一定的问题，所以就把这个桥废弃了之后呢，然后就在这个对面呢重新架了一个桥。这个桥的废弃啊，其实也挺正常。在以前修的时候啊，它并没有一些传感器啊，包括一些监测的一些设备植入在桥里面，所以说呢，一旦出现了一个问题啊，你就不可能再用这个桥，它是一体成型的。你看现在建的桥梁啊，它就是每一些关键的部位，包括每一个分段，那么它都有一些东西植入到里面，也就是这个桥有一点问题，或者哪个地方有一些移动，或者说这个分离等等，那么我们都可以通过这个传感器呢精确的捕捉到，那么你就知道一整座桥是哪一个环节有问题，针对这个环节去进行检修就可以了。但是以前的桥呢，它是没有现在这个科技这么高啊。你看这一座桥也是一样的，我们这个整体已经成型了之后，它在这些中间各个环节，它并没有一些这个传感器什么的植入到里面，以前没有这个技术啊。所以他就并不清楚这个桥的问题到底出在哪里，或者说，找到了问题点，你又不知道别的地方还有没有问题，所以他只能把这个桥呢废弃，然后重新再建一座。我是大概这么理解的。但是现代建的桥梁呢，大家完全就可以放心了，因为这个桥都是分段来进行建设的。这样呢，它就每一些关键的部位呢都会植入传感器，也就是说，我们这一座大桥稍微有一点风吹草动呢，就非常的清楚，而且哪一个地方出了问题也是一目了然。我为什么说这个桥还没有建好就已经出现了位移、变形而废弃呢？我们可以看看这个桥的两边，有一边呢是石墙挡住了，有一边呢甚至还建有一个房子。我们再往这个桥的两边去延伸的话，完全看不到有通路的一个痕迹。所以说呀，我才跟大家讲，这座桥呢应该是建成就发现有问题，然后呢就放弃了通车，所以在对面呢再重新建了一座桥。在这个桥上呢，我们发现了一个奇特的现象哈，你看这个桥头竟然建有2间的石头房子。更奇特的是呢，我们这个桥的路的前方呢，竟然还有2栋楼房，它正好是挡在了这个桥过去的这个路上。那么问题来了，朋友们，这个地方到底是先有这座大桥呢，还是先建了这些房子？你们觉得呢？我在大山里发现一个隐蔽的村庄，你敢相信吗？整个村庄周围全部是大山环绕，根本不知道他们是从哪里进去的。朋友们，大家好，现在我在这个大山里，我开这样的毛公路啊，我已经开了5-6公里了，仍然开不到腿儿，我就不打算往里面开了。我们无人机发现了这个山上有一个村庄，而且住户还不少哈，很多土地都有耕种。我找来找去，我竟然没有找到如何到达这个村庄，你说神奇吧？边上的小路曲曲弯弯的，但是并没有看到哪里有明显的可以到这个村庄的路，我就被困在了这个山外面，想进去看一下呢，都进去不了。我就只能用这个航拍镜头给大家看一看这个与世隔绝的村庄啊，真的是很漂亮。而且我们看到这个村庄很多土地都有耕种，
有几家呢，我感觉应该是在山上养殖啊，这也是他们不愿意离开的原因，因为在这个山上的资源真的是太好了。我们看到远处这条河流啊，真的是绿的发绿。那么它这个村庄前方呢，相当于是一条这个碧绿的河给它围住，那后山又是高山。我真的在这个地方用无人机寻了半天，我并没有寻到他们是从哪一条主路出山的，因为有可能在养殖，整个村子里面横七竖八的全是有鹿的印记，可能是这个牲畜跑来跑去的，不断的穿插了很多的小道。我想走进去看一看，我竟然没有找到路。还有一个原因呢，今天在这个公路上啊，遇到了2条蛇，虽然我没拍啊，都挺大的。我想想还是算了吧，因为进山的话肯定是要走小路，卯不知哪里窜出一条蛇的话，你还挺吓人的。因为这种路上的话，你看到蛇的话，你还不觉得怕一点，但是在森林里面，你要是看到有蛇出来，那确实是挺恐怖的一件事情啊。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村庄真的是如世外桃源一般哈。我们在这里猜测一下，这个村庄以前居住的人应该是比较多，那后来呢就搬迁走了。但是呢，有些许的住户啊，他们可能觉得这个地方真的是资源太好了，所以又返回这个山上种了那么多的地啊，又搞养殖之类的，这个是铁定的。因为我们看这个上面整个大环境的话，就知道有很多的牲畜在来回的穿梭，才会形成这么多的小道。因为现在像这样不通路的村庄，绝对居住的人是非常之少的。只有在上面有事情要做的人呢，才会在这个地方发展一些养殖的这些项目，大概是这个样子啊。特别遗憾哈，我真的是想到这个村庄里面去转一转，但是奈何今天真的没有寻得去这个村庄的路。我在当地老百姓也问了一下，他们说你步行的话可能得1个多小时2个小时，我直接放弃了。只能说让你们在这个航拍镜头上欣赏一下这个与世隔绝的村庄。如果以后有伴儿跟我一块儿的话，或许有可能在这个村庄里来探访一下。好了，朋友们，本期视频比较遗憾，就到这里哈，下期再见，拜拜。朋友们，大家好，今天呢，阿泰是来到了贵阳高坡乡的云顶苗寨。开车路过这里的时候啊，发现这边呢，很多人在这里，有人摆烧烤摊，有人摆吃的，特别一大片人。注意看了一下，原来村里面正在组织斗牛比赛，应该很好玩哈。走，跟我一起看看哪位大哥能够拔得头筹啊！看看啊，这边环境非常的好，这个地方的海拔呢有1400-1500米，前方已经很多村民都已经把牛拉过来了，蓄势待发哈，特别多的人去看。这里就是云顶苗寨呀，有没有感觉这个地方离天空好近啊？这个地方很多的牛已经准备好了哦，不是，是人拉来的牛准备好了。这话怎么不对呢？人潮涌动是吧？这里有非常多的一些摆摊的，然后支了帐篷，有卖各种小吃的，人还是非常多的。我看很多的牛老大、牛老二、牛老三、牛老四、牛老五都已经准备好了，蓄势待发。这个摩拳擦掌了1年，那么现在是骡子是马是拉出来溜的时候了。我看看他们到底谁厉害啊！走，看一看那里是我们的金刚葫芦娃正在赶来的路上。你看他昂首挺胸啊，精神抖擞，会不会他拔得头筹呢？哇，这边都快准备好了，这个已经有非常多的人在这里来围观。兄弟，你这头牛叫什么名字？啊？叫什么名字？牛主没在。牛主没在。你看这个脖子好粗啊！我的天啊！牛哥，恭喜你今天拔的头筹哈！对，我感觉他挺厉害的，脖子那么粗。这个嘛，这4岁应该是成年了吧？就是相当于人18、19岁是吧？没有成年，没有成年，还小。那他就是来锻炼一下的喽。年龄6场，年龄6场了。哦，你真棒！这个我就说他厉害嘛。我就真的他那个脖子，你跟别的牛都不一样。
好粗啊，好粗啊！你斗牛就是斗脖子啊，它就是脖子越粗它就劲大呀。能不能跟他写个名字嘛？到时候我们知道他是谁。成年了，哦，现在不写。我可能是一代牛王又要诞生了。他成年了，啊，打出名堂来就给他起个名字啊。有没有跟他找个老婆？哦，对，是。看一下，现在人越来越多。这里这个兄弟牵这头牛，他说的已经连赢6场了。我今天也挺看好他的，因为他那个脖子非常粗，他是整个粗，他不是一点点，所以说我其实挺看好他的。我今天重点关注一下他。什么时候开始斗，兄弟？你也不知道，就是有人组织是吧？有人组织。你们看哈，我现在就是身在这个斗牛场中，我先带你们观察一下。到底哪一头牛比较厉害哈？从我自己的观点出发，前面刘老二在那里洋洋得意的是吧？我去看一下他厉不厉害。什么时候开始斗啊，兄弟？什么时候开始斗啊？现在还不知道嘞。还不知道啊？是每个月都斗牛吗？你们这里？他是12天，12天斗一次啊？12天改一次。你家这头上一次搞了第几名？没打，还没打。就是他要斗不嘛？要斗牛不嘛？还不知道，应该有的。要议好，不议好也不斗。等一下要双方要议好。哦，就对，你双方要这个商议好，就是怕斗的时候有什么事大家都各自承担是吧？是这个意思吧？不是，在这里有什么事不用承担的。哦。让你愿意放打。踩到人啊都不用承担的。哦，这是有官方哈。这是老一辈都是这样的。哦。我们还得等一会儿呢，才能看到斗牛。我刚刚问了这个兄弟啊，他们要商议好，因为这个一旦斗牛呢，可能会有一些安全隐患，包括就是说双方的这个牛斗了之后呢，可能会出现这种受伤啊之类的。那么这种呢，就是要大家协商好之后呢，才进行这个活动。应该是会斗牛哈，我们在这里稍微等一下，等他们这个官宣。这家伙是真厉害。那看不出来。哎呀，今天呢，我比较看好这一头牛哈，它是跟同年龄段的打。这头牛呢，大概是3、4岁。你看那个牛已经在场地中央了，而这个兄弟说呢，他这头牛呢已经是6场不败的战绩了，也就是同年龄段哈。今天呢，我们重点的关注呢也在这头牛身上。然后它是这样分的哈，就是10岁的牛，10岁左右的牛跟10岁左右的打，3、4岁的跟3、4岁的打，它是同年龄段同吨位，它就像这个我们人的这个举重比赛啊之类的，拳击比赛啊之类的哈，它分这个重量级，我觉得厉害啊，这头牛。还有多久开始斗啊，兄弟？这不一定的。不一定啊。对。他们那里是在商量什么吗？商量就是配牛打。就是年龄体格要配得上。对。哦。大哥，你慢点行不行？体格都不用，主要是年龄。不用年龄是吧？主要是年龄配得上，年龄大了小的也不愿意放打这种。哦，这样子的。对。现在呢，他们正在匹配这个牛的年龄，就是要打的话，要牛的主人2个人商量好，还有牛的这个岁数呢，大家是差不多大的才能拿来斗哈。如果说一个牛有5岁，一个牛10岁，是不能来打的，都是要大家的这个年龄差不多大才可以来进行斗，可能也会考虑一个体格的问题啊。大家好，我是阿泰，现在我在贵州的大山里。咱们贵州啊是一个喀斯特地貌省份啊，
走到处处呢都是美景。这不，我们又在这个大山之间发现了一挂绝美的瀑布。这个地方呢是贵州安顺关岭的滴水滩瀑布，非常漂亮。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瀑布的高差有100多米哈，这个地方，这个滴水滩瀑布呢，它总的好像是有3级，然后总高度呢有400多米哈，相当于什么6个黄果树瀑布。而这个落差的这种壮观程度呢，其实是不比黄果树差的。我还是先跟大家讲一讲怎么来到这个瀑布哈。我们可以导航滴水滩瀑布，然后到了这个位置呢，你会发现有很多的当地村民在这里卖一些小吃啊。因为这个地方呢已经是比较热闹的一个地方了啊。透过他们这些卖吃的地方呢，然后再走到河谷底，大概步行的一个距离呢，就是几分钟吧，应该是10分钟不要就可以到达底部。那么我们来到了这个瀑布跟前呢，这个瀑布看去确实是非常非常的壮观。虽然说现在呀，它水量比较少哈，但是它又是别样的这种美啊。我们看到一条条的这个瀑布从上面直泻而下，是吧？川流不息，那么有一种那种特别秀丽的那种美啊。当然呢，如果在我们丰水期的季节呢，就非常大的山洪下来，那个时候呢就叫做什么澎湃之美，是吧？震撼之美。啊，不一样啊，就是现在看到跟那个瀑布非常暴躁的时候呢，那个感觉是不一样的。那么这条瀑布呢，它出现的地方呢是比较奇特的，为什么呢？它并不是出现在这种河流上啊，而是出在这个山上。你看我们这边这里是一条河流，对吗？它这个瀑布并不是出现在这个河流这里，而是从这个山上奔流而下，所以更增添了它的神秘感哈。你觉得它是从哪里下来的？所以说完全不一样。然后通过这个，然后这个瀑布的边上过去呢，那边就是灞陵河大桥。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到啊？那个桥的高度有300多米哈，非常非常的震撼。在这里观赏瀑布的同时呢，也能够眺望我们远方的灞陵河大桥，也是非常壮观的一座大桥哈。这里呢，我要跟朋友们着重讲一点哈，你是不是看到有人爬到了这个2级阶梯的这个瀑布上面去？实际上呢，这一种动作呢是有一点点的危险性的。在我们贵州啊，到处都是这样的高山峡谷，而这个天气呢，我们有句话怎么讲的？10里不同天。但是在我们贵州这种地方啊，实际上你可以说是1里不同天。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它这个受这个峡谷风啊、季风气候的影响啊，很多地方呢，比如说我们这个瀑布的这个上游啊，很有可能延绵出去有10公里、20公里，甚至更远。那么上游在下大暴雨的时候呢，我们下游实际上是晴空万里的，就像今天这样。所以说很难说得清楚上游会不会涨洪水，会不会下大雨。所以在这种不确定的这种天气的情况下呢，还是不要贸然的到这些阶梯上去，因为等到上游的洪水真的有可能下来的时候，你实际上是跑不过的，非常的危险哈。所以坐在这个城市中的一些朋友啊，你们千万要记住，到这种森林啊、峡谷呀，特别有水流的这种地方、低洼的地方呢，一定要注意安全，尽量呢不要太靠近这个河边，尽量呢不要以身犯险，好吧？好了，朋友们，今天的视频呢就跟大家聊到这里，咱们下期再见，拜拜！欢迎你们到贵州来玩耍哈。大家好，现在我在四川泸州的叙永县，看到我身后这个崖壁上没有？有一条水渠，又是通行道呢，横穿崖壁而过。前方呢就是鸡鸣三省大桥。今天呢，重点要带你们看一看这个崖壁小道，是上世纪60年代修建的。那它为什么要修这个崖壁小道呢？慢慢跟你们说来啊。这个地方呢，地处云贵川3省交界的地方，
对面那儿呢就是鸡鸣三省大桥。这一条悬崖栈道呢，属于这个四川泸州的叙永县，链接岔河村的2个村组。那么这里公路大家可以看到，到这个崖壁角呢就已经断开了，只能从这个悬崖小道呢走到对面一个村组去。据说修这条栈道非常的不容易啊，它并不是只是为了通行，还有一个引水的一个作用啊。走吧，大家跟我们一起上去看看。是你背的是啥子？包谷。包谷，你是从那边背过来的啊？干场跟买的。是从那边背过来的是吧？哦，从那边运到这个矮角，然后你再背过来。我家就在头噻。哦。我之前耍那个大公牛拿头的。我整的，我好，我一会儿正在那耍。你慢点了。这个栈道上呢可以通摩托车哈，他们当地的村民呢就用这个摩托车从这里骑过。这里呢我要跟大家解释一下哈，为什么刚刚那个大叔在这个地方来背包谷。实际上他们这个小组呢已经是通公路的，从这个崖壁的顶端高山上，然后从那边绕来绕去，绕到这里来。但是他为什么还要到这里来背包谷呢？让摩托车把他的包谷运到这里来，然后从这里背下去。因为这边过去啊就是岔河村，那么从岔河村那里公路啊绕到这个山顶，然后再绕到他们这里呢有10-20公里的路程。但是他从这里下来之后，从这里过来呢，实际上到他家里呢就是几百米1公里不到的一个路程。所以说这么长的一个距离，自己没有交通工具的情况下是非常不方便，而且你让别人运送呢，运费也不低，所以他宁愿从这里背过去呢，他也不宁愿车子去绕20公里，然后再到他家的这个位置啊。好热呀，朋友们，先洗把脸。啊，很冰这个水。现在我就是步行在这个崖壁栈道上，这里面呢就是水槽，外边呢正好可以供人通行。当然这个外边有护栏，因为下面呢是几百米高的一个悬崖。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悬崖修建非常的艰难险阻，从这个笔直的崖壁中间抠了这么一个沟槽，然后来供这个水的流动，包括我们人的步行，非常不容易。这一条悬崖沟渠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开始修建的呢？上个世纪60年代呀，岔河村呢干旱少雨，村民呢缺水少粮，有很多村民呢就跨过这个崖壁到这个对面云南这边呢来背水。也因为这个情况呢，很多村民跌下悬崖呢经常受伤。当时时任村支书的杨田科呢就组织当地的百姓啊，准备修这个水渠去引水。因为他们背水的时候就发现云南那边呀有一个叫盐口的地方呢，就有一口水是可以来饮用的。所以在69年的时候啊，当地的百姓呢就自发的组织起来，男的呢就在这里凿水渠，女的呢就作为后勤煮饭呀、送水呀之类的活。我们可以看到这条水渠啊，它实际上是当地的村民啊用钢钎、二锤、铁锹一点一点给凿出来的。你们知道一年可以凿多远的距离吗？一年最多就凿到60-70米。所以凿这条水渠足足凿了8年半的时间才把这条水渠凿通，所以说是非常的艰难险阻啊。我们今天走在这个上面呢，可能都害怕，但是你有没有想过，当时这些老前辈啊，他们是如何在这里修建这条水渠的呢？可能是需要上方进行悬索掉下来，然后人悬在半空中，再慢慢的开凿这个水渠。什么概念？大家可以这样数一数，也就是说我们走过去一小下的时间，那么村民们凿水渠就可能花了1年的时间，因为1年的时间只能凿60-70米，真的是非常的艰难啊。
正所谓是前人栽树，后人乘凉。为什么今天我们看到岔河村的村庄这么漂亮？跟这股水有绝大的关系。上个世纪70年代，也就是69年开凿，那么78年的时候呢，这个水就引过来了。引过来之后，就解决了这个村庄1万多人的这个人畜饮水问题，而且还增加了400亩的稻田耕地。朋友们，是不是一个壮举？如果说没有上个世纪这个水渠的贯通，我们今天的岔河村也不会是现在这般眉目。所以说，我们是一代人接着一代人的努力，才达到今天的生活状态。不光是引来生命之水，也解决了发展的问题。他们的精神值得我们学习、敬重和宣传。大家好，现在我在大山里啊，在这里呢发现有一个秘境之地啊，我从山上步行2公里下来的，到底有什么奇特的东西呢？跟我一起去看一看吧。现在走在了这个小河沟边边来了，但是我们在这里看到随处的这些垃圾啊，这些来玩耍的人也是挺扯淡的，垃圾随处丢。哇，在这种峡谷里面来之后，我突然间想到跟朋友们提醒一下哈，就是一定要特别小心啊，因为在这种天气啊，很容易这个河流上游有可能长洪水。所以大家在这种深山峡谷里面行走，特别是尤其是有水的这种地方啊，随时都要保持很高的这种警惕，因为这个夏季保不准这个上游就有可能这个下大雨，导致下游长洪水啊。所以在这种峡谷深处行走的时候，提醒大家随时要注意这个天气的变化和这个水流的这个变化啊。看一下这里的水流都是清澈见底，下边的石头都看得清清楚楚。你看得出来吗？这个地方的水位有1米多深。朋友们，一个人走在这种深山峡谷，你们敢不敢走啊？好幽静啊，就听到这些山上的虫叽叽喳喳的叫。是不是现在你们都还不知道我到这里来干什么？去看一座奇特的天生桥，你们应该没见过的。感觉被忽悠了，说是2公里，最少也有4、5公里。我给你们看看我从哪里来的。我是从那个山顶走路走到这个峡谷底，然后顺着河流走了好长一段。又从这里曲直的爬坡上来，然后来看什么鬼？你们看看，就是来看上面这个桥。哇，大山之中的一个天生桥，非常的奇特。跑了这么远，就是来看这个鬼东西。我们不得不佩服这个大自然鬼斧神工的创造力啊！
你们注意看这个桥，两边都还比较粗壮的，中间比较细，而两边的这个桥墩的这些岩石啊，它实际上呢都是有很多缝隙的，它不是挨到一块儿的。但是中间这个地方就神奇的聚拢在一块儿，而且下方是镂空了40-50米高的一个镂空，你们说神奇吧？真是难得一见。而这个完完全全是纯自然状态，我都在怀疑是不是人类把它雕琢成这样的，真的是太牛了。他们这个当地呢，把这个桥梁称为鬼家桥啊，意思就是不可思议的意思吧。但是起这个名字怎么感觉我听着有点阴森森的感觉哈？本来走在这些峡谷里面就感觉阴森森的，听到这个桥又感觉阴森森的，一听着鬼家桥吧，我觉得怎么像奈何桥一样的，你们说是不是？漂亮呢是非常漂亮，但是来这个桥呢真的是费劲啊。我们这个从上面步行的时候，上面标记说2公里，结果呢走到河底就有2公里都不止，然后又顺着河道走一段，然后又爬这一坡，我觉得4公里都要多了。没有体力的，走不惯山路的，还是不建议来哈。所以呢，这里是哪里我就不说了，好吧？你们就看一看我拍的景就可以了。石桥的这个边上还有非常大的一棵树，看看这个树的胳膊都已经非常大了。有人在上面吗？哎呦，你们胆子大哟，比我胆子大。你们从哪下去的？我从这里上来的。我就从下面这里上来的。下面上来的。对。那下面怎么走啊？我现在又回去啊，回去然后从那边爬坡呀。你站在上面会不会恐高啊？有一点啊。有一点。不是很严重啊。挺吓人的嘞。不要看下面，看前面就没事。这个还是比较神奇的哈。对啊，它是天然的。对啊，纯天然的。你看下面，你到下面来看，你就看着有点吓人。下面就是松松垮垮的，这上面没感觉。说了吓到你了。朋友们，真的是被忽悠了哈！来看这个桥上面标着都是2公里，结果走下来我估计走了3-4公里，而且是特别难走的这个路啊。不过这个景观还是比较奇特的。但是呢，不建议大家上去挑战啊，因为还是有一定的危险性。好了，朋友们，今天视频就到这里。哇，真的找到了这一棵松树，竟然在悬崖绝壁上长出这么粗的一棵松树，真是不可思议。我们看它神似黄山一棵松，但是在某种气质上啊，可能有过之而无不及。朋友们，大家好！今天呢，阿泰是来到了贵阳花溪的云顶高坡啊，这个地方非常漂亮啊，海拔呢有1500多米啊，很凉爽。那么今天呢是来贵阳办点事儿了，起了个大早，5点多钟呢就起来了。本来是打算到云顶高坡来看日出，没有想到啊，在高速路上就把日出给看了，你说气人不？当然了，除了看日出之外呢，这个地方很是漂亮哈。有我们这个生活在云端的云顶苗寨，你们看一下，这是我上次拍的，漂亮吧？那么这个地方呢，偶尔还有斗牛比赛，我给你们看一看我上次拍摄的这个视频。本来呢，上次拍这个视频是要发布的，结果呢，他们拉了一些牛到这个地方呢，整了2-3个小时呢，还是没有斗，所以呢就没有发视频。看一下这个当时的这个场景，这个云顶高坡呢，大家可以在这里露营啊，可以有机会看到他们斗牛，还有呢，可以看到这一大片的紫色花海，非常的漂亮哈。这些都不是我要的重点。我今天来云顶高坡呢，一是想看日出，二呢是想去寻找一棵生长在悬崖绝壁上的松树。这一段毛路那是相当的难走啊，我找了好久才找到。要把那个云顶苗寨走完，然后左侧有一条这个烂路，上山就对了。然后跟着过来，大概是开个2-3公里的样子。看一下，现在这个车是停在这边的，云顶苗寨呢是在那边啊。这个烂路过来呢，就到这个位置。这边有很多的风车，他们有些拍那个日出就在那个位置。这就是对面的山，这哪里看得到啊？这哪里看得到迎客松啊？
根本就看不到啊。先打个电话问一下具体的位置。我刚刚打了一个电话，确定是这个位置，前面是风车嘛，然后退回来，这里有一个弧形状的这个位置，应该就是这里。然后说是对面有一个火烧过的山，在那个地方啊，那地方有一个火烧过的山，然后崖壁上大概就是这边这一片山了。我们看一下崖壁的话，这里也看得不是很清楚，这里有个小崖壁，这边也有一个崖壁。我估计应该是在这里的地形比较像一点。哎，你说在这里这么远，你人眼根本看不到啊，只有无人机可以看到。我们先飞无人机过去看看吧。哇，终于找到了这棵树。在这个悬崖绝壁上，竟然长这么粗的一棵松树，太难得了。我们看这棵松树的造型啊，神似黄山迎客松。看整个周围的这些山上都没有大树，不要说绝壁上，这棵树呢是生长在这个陡峭的绝壁之上。气质这块了啊，真的是不比黄山迎客松差哈。可惜呢，它生错了地方，生在了贵州深山无人知晓的崖壁之上。经历了数百年的风吹雨打，依然屹立在这个悬崖绝壁之上，真是让人惊叹啊！那么问题来了，朋友们，你们觉得我们贵州悬崖绝壁上这棵无人知晓的迎客松和黄山的比如何呢？对了，最后跟大家说一声哈，这棵树呢在悬崖绝壁之上，如果没有无人机，肉眼是看不到的哈。所以说大家不是为了带无人机来拍视频的，就是想来一睹它的真容的，就不要来了，因为来了你也看不到哈，不要来白跑一趟啊。